现在的漫展一板砖拍过去，砸中10个，10个是二游的 cos， 动漫角色可以说是几乎没有啊。这是我一个去过今年 BW 朋友回来之后的想法。现在的漫展往往会有超多的二游官方搭建展览场地，以此宣传自家的游戏。像 BW 这种更是出现了英伟达、比亚迪这种似乎不应该是出现在一个漫展的品牌上啊。不过那个联动的5080看着还是很香的啊，但也能看得出来，现如今的大型漫展，漫这个字已经在慢慢退去了，逐渐变成了一个综合性的大型商业展会。里面可以是网红，比如挂着 Team 海报的这个地方，可以是传统行业，比如车企的展位，甚至是比较前沿的科技也会在这里展示他们新的大力水手 4.5 的成果，以至于在大家都是二次元的前提下，二游在这里反而非常正常。其实有一部分观众心中期待的漫展还是以前那种会有很多动漫角色的展。漫这个字在不少人心中还是比较有重量的。以前流出的那个图每一年都会有个角色，比如童老爷在漫展上特别多，按照最近的热度来说，最多的应该是山田小姐，但今年漫展上流出来的各种图也没有看到那么多的山田小姐。不过说起来哦，之前那个被做成梗图的那个漫展好像是 CP 来着， BW 人家的全名其实是数字娱乐动漫文化展览会，就你懂吧，动漫2个字哪怕从里面摘了也不影响这个名字的成立，带你玩不错了。不过吧，现在各种各样的漫展似乎啊都有那么一点变味了，最知名的莫过于各种漫展的外场，你能见到千奇百怪的人类，有兴趣大家可以搜搜看。虽然我也很想去抱怨两句，现在的漫展怎么变成了这个样子，动画呢？怎么动画占比那么少？但事实是，动画在二次元这个领域的辉煌也就是昙花一现，这真的就是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漫展，每一个时期都会有属于这个时期的漫展特色。前段时间我刷到一个帖子，里面是一些 C21 的漫展照片，这个 C21 是霓虹那边的一个同人展，每年冬夏2个季节会各办一届，办到现在已经100多届了，最近的好像是 C107 吧，所以这个 C21 是40多年前的展。而在这些照片里，我们能看到这个时候的漫展它也没有多少动画内容，这个时期的漫展更多的是一些特摄相关的内容。说实话，由于这个年代过于久远，里面大部分角色其实我都不认识，哪怕看着眼熟我也说不上来是谁。如果大伙有认识的，截个图在评论区给大伙科普一下呗。你看这不就是现在的翻版吗？那个时候是属于特摄和巨大机器人的时代，所以大家都在 cos 这个结交同好，只不过后来动画的辉煌盖过了这些，让大伙 cos 起了动画里的角色。当时那些漫展上 cos 特摄的恐怕和现在我们这些看动画的是差不多的心情。在这个帖子中甚至有人发了 C01 的照片，也突然让我想起了漫展之所以被称为漫展的由来。那个时候大家真的就是在那儿贩卖自己制作的同人杂志啊，就是贩卖自己画的小漫画的。但这个模式很明显在我们这儿没有这样的土壤，但好像也没有什么不好的，不是吗？话又说回来，这个活动的目标用户真的是咱们吗？咱一群臭看动画的，真去漫展这种活动得多少年才去一趟？不过 F9 的展子我还是会去的，因为我是 F9 玩家。那么你对各种展子现状是什么样的想法呢？你觉得你心中的各种漫展应该是什么样的呢？在评论区说说吧。我是凯西，我想和你聊聊动画。